军迷圈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争议极大、永远吵不完的话题。同样一架阵风战斗机，在法国服役，在阿联酋服役，在埃及服役，都只是平平无奇的高端4代半战机，没人吹它天下无敌。唯独只要到了印度手里，这架飞机的战力仿佛瞬间解锁隐藏属性，口碑直接飙升到全球天花板，甚至有不少支持者坚持认为阵风可以正面打赢所有5代机，综合性能稳居全球第一。也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反差，网上常年分成2派完全对立的观点。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印度版阵风是专属定制的最强版本，电子战能力独一档，实战经验充足，在复杂环境下完全可以抵消隐身战机的优势，属于被严重低估的狠角色。另一部分人则完全不认可这套说法，始终觉得阵风只是常规中型4代机，再怎么包装也跨不过代差，被吹成世界第一纯粹是舆论造势和心理安慰。这么多年下来，两波观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只要聊到印度阵风，评论区基本都会吵成一片。很多普通观众看完各种碎片化视频和文章，越看越迷糊，到底阵风是不是被神化了呢？印度花高价买来的战机到底是物超所值，还是典型的叫智商税呢？阵风的电子战能不能真正的克制隐身战机？4代半战机到底有没有机会在实战中打赢5代机呢？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答案，也是大家一直争论不休的核心原因。想要把这场常年的军迷圈争论聊通透，首先绕不开的就是很多人讨论最多的价格问题，也是全网争议最大的点。印度当年采购36架阵风，包含全套的武器、培训、维护、技术支持，整体的合同金额达到了88亿美元，折算下来单机综合成本接近2亿4千万美元。这个价格放在全球军机贸易里确实非常夸张，也是无数网友吐槽的核心。很多国家采购量产版的 F-35隐身战机，单价已经压到了1亿美元上下，即便是配齐所有的服务和弹药，总价依旧远低于阵风。也正因如此，很多人直接认定印度这笔采购性价比极低，完全是花冤枉钱。抛开价格争议，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背景，那就是印度空军当年的装备处境，也是阵风能够被推上神坛的重要现实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空军大量老旧机型持续退役，主力战机梯队出现了明显的空缺，老旧的米格21机型老化严重，故障频发，已经无法继续承担常规巡航和战备任务，退役速度非常快，自研战机进度缓慢，对外采购渠道又处处受限，空军整体战力青黄不接，是实打实的空档期。这也是很多网友争论的关键点。有人觉得阵风是无奈之下的最优解，有人觉得哪怕没得选，也没必要把一款常规4代机吹成是全球第一。不可否认的是，阵风确实补齐了印度空军很多长期缺失的能力。这款战机可以同时兼顾对空作战、对地精确打击、对海突击，还可以挂载远程巡航导弹执行纵深打击任务，功能覆盖非常全面。对比印度空军原本装备的苏30 MKI 和国产光辉战机，阵风在航电、武器、多任务能力上确实存在明显优势。在本土装备体系里，它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最强机型。阵风能够拥有这么多的支持者，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它本身的硬优势确实足够亮眼，也是很多军迷坚持吹它的核心理由。阵风搭载的 SPEC TRA 综合电子战系统，在4代半机型里属于第一梯队水准，能够实现雷达告警、红外预警、主动电磁干扰、被动探测等多种功能，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可以有效地压制对方雷达探测和导弹制导信号，大幅提升战机的生存概率。这套电子战系统就是阵风最大的底气，也是它可以和5代机周旋的核心资本。除此之外，阵风的多任务能力确实非常成熟，不需要复杂的改装就能适配各种作战场景，适配性和通用性都很高。印度引进的流星空空导弹和斯卡普巡航导弹也确实填补了本土空军远程打击能力的空白。在这之前，印度空军几乎没有可靠的防区外打击手段，远程空战能力有限。
阵风的到来确实让其空战体系完善了不少。再加上阵风常年参与海外实战，战场履历丰富，稳定性和可靠性经过了真实的环境检验，这也是很多人认可这款战机的重要原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印度版的阵风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专属超强升级，所有升级内容都只是针对性的环境适配，完全不涉及核心性能的提升。针对高原环境的起降优化、低温防护、通信频段的适配都是基础适配性的调整，机体结构、气动布局、雷达航电、动力系统全部都和外销标准版保持一致。这也就意味着原版的阵风存在的所有短板，印度版阵风同样全部存在，不会因为采购价格更高、使用国家不同就出现性能质变。争论最多的另一个短板就是阵风的雷达性能。作为一款中型机，阵风的机头尺寸有限，雷达天线孔径偏小， TR 组件数量有限，探测距离和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有着明显的上限。很多网友认为现代空战不靠单纯的探测距离，电子压制可以弥补雷达短板，也有人认为超视距空战优先偏的就是谁先发现对手，雷达的硬件劣势是天生的，后天无法弥补。放到真实的对抗场景里，面对重型的大孔径雷达战机，阵风在超视距阶段确实更容易陷入被动，先手权很难掌握在自己手里。隐身性能的争议同样巨大，很多阵风支持者声称阵风具备隐身能力，可以媲美5代机，而反对者始终认为阵风只是做了基础隐身修行和稀薄涂层，根本算不上隐身战机。客观来说，阵风的低可探测性优化只能在无挂载的干净构型下起到一点点作用，一旦挂载导弹和副油箱，雷达反射面积会瞬间大幅提升，所谓隐身效果基本消失。实验室理想环境下，电子战可以制造干扰，规避锁定，但真实的战场环境复杂多变，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的干扰条件下。代差带来的压制效果，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客观存在。中型机与生俱来的矛盾也是很多资深军迷讨论的重点。阵风内部载油有限，纯内油作战半径有限，想要飞得更远，执行纵深任务就必须挂载副油箱。但战机外挂点的数量固定，挂载副油箱就会挤占武器挂点，弹药携带量下降，火力输出能力降低。如果满挂弹药，航程和续航能力又会压缩，作战半径受限。这种航程和挂载无法兼顾的问题，是所有中型多用途战机的共性问题，也是它和重型战机相比最大的差距。阵风所使用的法制数据链无法和印度现有的俄制战机、预警机、地面指挥系统高效互通，这也就意味着阵风很多时候只能独立执行任务，无法依托体系优势弥补自身短板。单机的纸面数据再好看，也无法融入整体的作战网络，实战战力也会大打折扣。也正因如此，很多网友认为阵风在印度手里根本发挥不出原版的真实实力，性价比更低。所以，那么我们回到最核心的争议问题：阵风到底算不算世界第一？能不能打赢5代机呢？客观来看，阵风绝对是4代半战机里的第一梯队，综合性能均衡，实战稳定，多任务能力强，电子战表现优秀，放在全球常规4代机对比中，完全属于顶尖水平。但所有5代机的核心优势——隐身、超音速巡航、超级态势感知、隐身内置弹仓，都是4代半战机无法跨越的代差壁垒。同代对比中，台风、歼十6、歼十 CE 等机型各自拥有自己的优势领域，阵风并没有全方位的碾压实力，只是综合平衡性做得更好，短板更少而已。所谓的全球第一，更多是舆论渲染出来的结果，而非真实战力的排名。这么多年围绕阵风的争议，本质上不是战机本身有问题，而是大家看待装备的角度完全不同。有人喜欢看纸面参数，看局部优势，看宣传亮点，自然会觉得阵风无敌；有人喜欢看代差，看体系，看实战约束，看硬件上限，自然会觉得阵风被严重高估。
两种视角都能拿出对应的依据，所以这场争论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永远能引发新的讨论。对于印度空军来说，阵风确实是现阶段最适合自己、最能补齐短板的王牌战机，实打实提升了远程打击和多任务作战能力，这一点无法否认。但把一款优秀的4代半战机拔高到碾压所有机型、登顶全球第一的位置，明显脱离了现代空战的客观规律。到底阵风是被严重低估的空战利器，还是被舆论吹过头的4代机天花板？电子战能不能真正抹平5代机的代差？天价采购到底值不值？这些问题您是怎么看呢？评论区里聊一聊，请订阅我，下期节目更精彩。